阳桃江这片古老的土地，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沧桑。这里是屈原流放之地，他在此挥笔写下传世名篇《天问》。江边的月龙塔俯瞰着滋水悠悠，见证了岁月变迁。不远处的屈原钓鱼台，仿佛仍能看见屈子垂钓的身影，诉说着那段不朽的历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澜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谢谢安澜。今天艳阳普照，非常的热，也非常的晒，但是仍然阻挡不了我们去探访这些古建筑的热情。今天我们又来拍一座塔，这座塔的名字叫月龙塔，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拍视频的主要题材包括一些奇闻美景、历史悠久的古书院、古塔、古桥等历史古遗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经常去拜访一些非物质文化传承人。好了，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走进这座月龙塔，讲讲它的故事。在这座月龙塔的下方有屈原的钓鱼台，屈原在这里也生活过很多年。好了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带着安澜来到了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。现在我镜头的正前方就是枝江。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，知了叫个不停。在这个地方啊，除了有一座几百年的月龙塔，同时塔的下方有屈原钓鱼的地方，叫屈子钓鱼台。同时这里以前这座山上叫凤凰山，这座山上呢有一座天问阁，是屈原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传世之作《天问》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座凤凰山啊，古树参天，像这些樟树啊，都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些树根都长在墙外了。对的，而且这个樟树上面大家可以听得到有白鹭叫的声音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呀，都是白鹭的粪便。这个地方是白鹭保护基地，很多白鹭栖息在这个地方。根据我们在网上查的资料，这个地方建有白鹭保护基地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枝江的水啊比较浑浊，是因为最近这几天下暴雨。如果等个2天不下雨的话，这个水啊就会非常的清澈。整体今年湖南的水不是特别多，所以整条枝江的水位啊不是很高。看树上还有很多白鹭搭建的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你看树上很多白鹭在上面飞来飞去，很多白鹭上面筑的窝。白鹭有一句诗是怎么说的？好像是2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对的，这是一份非常有名的一句诗句。整个这条道路上，因为有这么多古树在旁边，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。而且我的左手边是枝江，所以它整体的风景啊会特别的优美。现在我们沿着这条路先去参观有200-300年历史的一座古塔，叫月龙塔。这座山叫凤凰山，以前是桃江县人民政府以及县委的办公所在地，现在政府已经迁到新的办公楼去了。目前这里属于一个社区居委会的办公地。
整个这条路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面啊，到处都是这个白鹭的粪便，所以一不小心，可能白鹭的粪便就落到人的身上了。我觉得这个旁边可以搭建一点那种可以遮挡鸟粪便的那种，这样白鹭的粪便就不会落到人的身上了。是的。好，现在我前面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的是白鹭群保护站，桃江县林业局，地址是桃江县凤凰山。今天是周四，所以机关单位还在上班，在这里停满了好多车，应该都是这种工作人员的车吧。现在我镜头的正前方这一棵树，正中间的这棵树啊，上面有很多白鹭的鸟巢。因为天气比较炎热，所以很多白鹭它也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躲起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沿着这条小道就可以看到这座上百年的宝塔。这个河水流的声音呢，非常的响，因为下面呢都是石块，所以整个水它有一个落差，撞击的声音导致这个水河流声会非常的响亮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宝塔月轮塔，上面也长满了杂草。是的，因为这边有树木，它会有鸟拉的粪便，还有它不小心夹的一些果子，它就会在上面生根发芽。前往月轮塔，它这里有一个台阶，有一个亭子，方便游客啊、市民啊去参观，这样子就可以不应风吹日晒雨淋了。尤其是在夏天，走在这个地方，不用天天被这种太阳晒到，可以在这里纳凉。是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找找这座塔的文物保护碑，看看文物保护碑对这座塔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明和介绍。这座塔的前方修了一个用这种大理石修的一个围栏，防止小朋友啊不小心掉到江里去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塔的正前方，这里有3个字叫月轮塔，而且它这个门啊是开着的。我们先进去看看，看能不能够上去。我发现这座塔和我们之前拍的几座塔都有点不一样。因为以前的那种塔呀，我们以前拍的那种塔前面是没有那种石狮子的。只有这座塔前面是有石狮子。这里有2座石狮子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都是公的。怎样分辨这种狮子是公和母呢？只要看它们脚下抱的是小狮子还是绣球。公狮子抱的就是绣球，母狮子就是怀抱这种小狮子。是的，不错，越来越有进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到这个塔内来参观。这座塔里面没有文物，而且里面非常的凉快，没有梯子可以上去。以前我们有参观过很多这种宝塔，像益阳市的3座宝塔，它里面是有围着这个宝塔，它有一个非常陡峭的梯子可以走上去，还有的就是在下方它会放了一个梯子，可以允许你攀爬。但是现在我们这座月轮塔就没有任何的梯子，所以只能靠臂力或者是当地的文物部门，他们要上去做维护，
做修缮的话，他们可能就要搭这个梯子从这个口子边上去。当然，在几百年以前，修这座塔的人，他们肯定是做了一些梯子，可以随时上去。而且整座这座塔全部用的是这种花岗岩的这种大理石，这种都是整块的物料，非常的牢固。像这座塔，它属于风水塔。像我们看到的塔，它分佛教塔、风水塔、学士塔，也就是文昌塔，还有就是西字塔。每座塔它的含义都不一样，而这座塔月龙塔，它就属于风水塔，当地就是希望有一个保一方山水和平安。当地有传说，这个枝江里面啊有一些妖精作怪啊，洪水泛滥，所以当地的乡绅在几百年前就集资在这个地方修建了这座塔，来镇压水患水妖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有文物保护碑，我们来看月龙塔，2011年6月立。月龙塔位于湖南省桃江县桃花江镇凤凰山北麓，始建于清道光14年1834年，花岗岩楼阁石结构，坐南朝北，7层8面，通高28.73米，底径7.18米。好了，这座塔属于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现在镜头的正前方是月龙塔的县级文物保护碑，以及月龙塔的修缮记事碑，还有修缮这座塔的一些捐赠人名单，也就是功德碑。然后月龙塔的正前方，这里也有一座关于月龙塔的简介，跟刚刚看到文物保护碑的介绍是一样的，没有太多的区别。这座月龙塔，刚刚安澜说过，前面有2个狮子，而且风化的不成样子了。狮子的这个嘴部啊，都已经脱落了。我觉得是以前刚刚做出来的狮子嘴巴里面应该会有那个球。是的。这座月龙塔保护的还算是比较不错，没有受到破坏。毕竟200多年来还能够保存的这么完好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当然，取决于这座塔它的选材啊，像有些塔它有木塔，还有砖塔，还有这种泥头塔，还有一些小石块的这种塔。像我们之前拍过的这些视频，就有这些不同材质的塔。真正能够让塔保存比较长久，而且不容易倒塌，又看得更清晰的，就是这种大理石塔或者花岗岩塔。因为这种石头比较硬，然后风化的话会比较慢，所以过几百年的话，它这个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。是的，而且这个塔上面都刻了一些字，看不太清，因为这里刚好有树挡住。要没有树的话，可以飞无人机，可以拍得一清二楚。哇，看这儿，它的底座这里好像是以前是有一点花纹的。是的，这上面刻了文字，现在应该是风化了一些，看不太清了，应该是刻了一些发了神兽，风化了很多了。但是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得到上面的雕刻的一些印记。是的。这座塔的
朝向会非常好，它一直就是凝望着这条支江。在这个塔的正下方就是屈原在这个地方钓过鱼，现在叫屈子钓鱼台。待会儿我们沿着这条路下去，再转到这个钓鱼台这里，我们看一看1000多年以前屈原的钓鱼台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。关于这座月轮塔，具体是由谁建造的呢？根据当地的文物部门的一些资料记载，它是在道光14年，由当地的乡绅像周代丙、刘成、夏德生等这样的人来进行捐资创建的。这是根据当地的史料记载。在这座山的顶部，根据我们查阅的资料啊，说是有一块古天问阁遗址，上面有碑文，待会儿我们看能不能找得到。屈子钓鱼台相对来说会比较好，容易找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去看看这座屈原以前钓鱼的地方，现在叫屈子钓鱼台。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，温度有50度左右。如果不是走到这个林荫小道这里，会非常的炎热。在这个位置刚好有挨着这条支江，所以有和风吹过来，在这个古树下面呢，人就显得非常的舒服。哇，这里好难走啊！这个地方是属于撑沙过的啊。现在前面我们看到有几块宣传栏，上面有介绍屈原在当地生活的一些情况以及一些记载。这里有一座三女桥，位于桃江县桃花江镇发源洞村，桥头2块石碑，继续自清咸丰以来2次修桥的情况。因为屈原在战国、楚国的时间是三女大夫，所以就叫三女桥。但是这座桥是1988年因清溪改道、老桥坍塌后承建的，所以它的原址原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去拍摄视频了。我们再看看关于凤凰山旅游区的一个介绍。凤凰山坐落于桃花江县城东北角。相传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大夫屈原因遭奸人陷害，被流放到洞庭湖畔，也就是现在的桃花江的凤凰山，忧国忧民，写下了传世之作《天问》。在全中国有3个古钓鱼台，一座钓鱼台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地屈子钓鱼台，第2座是陕西渭水岸边的姜太公姜子牙钓鱼台，第3座就是浙江富春江边的严子陵钓鱼台。好，现在我们去看看这座屈原钓鱼台。
它这里是凤凰山泵站，它这里是一个出水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走这边上去，这里就可以到那个曲子钓鱼台了。奇怪，上面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这儿有出口。这条枝江的水流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好，走这边，来，走爸爸的左手边。这旁边还种了很多蔬菜。是的，当地附近的居民在这个地方开荒种的辣椒、空心菜、豆角、芝麻，然后这里是红薯、芝麻，还有红菜，这里是豆角，这是第2季的豆角，第1季的豆角已经下架了。然后这里种的有茄子、冬瓜。这是什么？这里应该种的是玉米。玉米先早期的玉米。这是第2波玉米，第1波玉米已经收割了。这个应该是芋头吧？是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这里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的是曲子钓鱼台。曲子钓鱼台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它这里是建在一个石头的下方，天然形成的。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钓鱼台。对，这里就可以看到曲子钓鱼台啦，就是这块石头。这块石头。对，在1000多年以前，这个河水比较高的时候，屈原就坐在这个石头这里来进行垂钓。在全国有3处还保存的这种钓鱼台，没有进行拆毁，一个是姜子牙的，一个是浙江一处，再一个就是湖南桃江的这个屈原钓鱼台。不下去，安南，下面让爸爸先看看安全性如何。站在这个曲子钓鱼台上面，非常的凉快。因为这个钓鱼台它是靠江的，而且它这个高度啊，接近有6、7米高，下面全部是石头，非常的凉快，风也非常大。好，不过来，安全第一。这种石料啊，全部是天然形成的这种石块，所以这块石料2、3千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上面还刻有石刻，但是已经风化的看不太清了，不知道它这上面的寓意是什么。好了，太阳太大了，我们就上去吧，去找找那座天文阁遗址吧。这个地方如果是9月份来，会非常的舒服。像现在7月份，正是非常炎热的时候，站在太阳底下不出3分钟就是汗流浃背。关于天文阁遗址，
刚刚我跟安南花费了半个小时时间没有找到，然后也问了这当地的机关工作人员，他们也不是很清楚。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为了防止中暑，我们就放弃去找这座天文阁了。今天我们就只给大家分享屈指屈原这座钓鱼台，就是这座月龙塔的正下方，然后就是我镜头的月龙塔，这2个地方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屈原和月龙塔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我们下期视频要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，叫擂茶。擂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女孩子喝了会变得越来越漂亮，男孩子喝了也会变得越来越健硕。桃江也是一个美人窝哦，这里有很多的美女和帅哥，大家欢迎来游玩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美食擂茶见。